台车一定是你第2台最喜欢的车。基本上不到20公斤的英邦登迈，那是非常顶尖的。塔系列一定有这一台，我跟你讲，你就不用睡路边了，真的是佛心啊！他们说他们整个贵州的店都是信奉佛教，它可以7秒就折叠。你应该有一台车就是够轻，然后又可以就是骑很远。那它可以压在就是多少？13公斤。它的理念应该是这样的，所有的这个模块都是模组化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弟。现在小弟人是在哪里呢？没有错，2025的台北国际自行车展就在今天呐，也没有错啦哈。我们骑车干嘛如此的劳改呢？对不对？而且电扶车一直都是趋势，而它可以让接触单车这项运动的人更多，那为什么不报道呢？对，那所以今天呢，小弟就设计了几个主题哈。第一个呢，当然就是什么可能新品啊，最旗舰的车种。所以第二个呢，可能就是说哦 ，CP 值最高的是哪一台车呢？那当然第3种呢，最创新的有没有？就是奇奇怪怪的啊。然后现在什么 Cargo Bike 啊，什么 Uber E 好像未来都会变成电扶车之类的。当然今天就是围绕着这3个主题跟大家分享。那当然每到了这个时候呢，就除了有我讲一定是不够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请那种电扶车达人明神哥进场。今天家没错，我们每年一见啊，每年我们的流量就靠他了。没有。对，像去年的部分的话，相对来讲会比较单调。今年有很多创新的产品，所以期待等一下小弟的介绍。对，因为去年有很多就是什么就是样品啊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不确定会不会上市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它是不是真的就是上市了，然后让我们跟大家一起闻香一下这样子。好，那等一下就让我们进去看看喽。好 ，Go！我们第一站就是来到哪里？就是我们台湾之光，有没有？捷安特得斯，没有错。捷安特的电扶车，我也是有拍过很多台。这一次呢，在我们2025国际自行车展现场的电扶车，捷安特来的是哪一台？当然是它最顶级的，锵锵！这2台就是目前捷安特最高级的。那它分成男版和女版。那在小弟身后的这个叫做 Avail Advance E Plus， 可以参考旧影片啊。今年为什么来了？想说，是旧车 ？No， 我告诉你们，因为它卖得很好，而且大家骑起来感受都很好。于是干嘛？这跟我们的那种漫画翻版一样，有没有？我们单车就给你新的颜色，对不对？大家可以看到哦，还有一个是渐层色，哎呦，这是卡泵和那个亮面那个混合在一起，它就是用成比较内敛的一个颜色。那这是女版的，那女版的话呢，就是可以看一下它这个上面的上管，它会比较压缩，因为女孩子跨过去的时候呢，它会顶到上面，所以呢，这个专门女款会比相对男款来讲，底盘的部分会比较相对压缩一点。对。紫色的嘛，对，紫色也做渐变的这一个部分。你看一下它的上管也是有渐层色哎。明神哥喜欢这个颜色吗？非常喜欢啦，因为我们叫闷骚，你知道。你喜欢内敛的颜色。底盘的部分是属于长距离的一个车款，所以它长距离的车款，它的舒适性会相对会比较好，就比较耐力型的。哦，那我们讲到这边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这么喜欢它多少钱呢？明神哥讲一下它多少钱？36万呐！哇塞，36万！这一台车一定是你第2台最喜欢的车。对，因为当你想要省力的时候，可以骑上它。没错，当你在塔系列的中间的时候，你就会怀念它。对，36万小钱呐。对。好啦，那这只是第一站而已，那我们等一下就继续逛下去 ，Go！没错，那我们的第2站来到是什么呢？一样要介绍我们台湾之光，好不好？美利达得斯，美利达呢今年推出了旗舰车款、顶级车款，可厉害了！来，我们有请明神哥来，因为这台车和他有够配，以他的财力，他可以买得起。我们来欢迎财主，下单了吗？啊，对，先摸一下，这台 E-Mountain Bike 将近40万，40万会在哪里？不只是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你看它是银色的涂装，而且后面还有一点那种点点，摸起来触感很好。来讲一下为什么它40万？基本上不到20公斤的英邦登迈，那是非常顶尖的。所以它基本上来讲，应该最厉害的就是第一个车架跟后叉都是碳纤维的。因为原本是很多车其实后叉它会变成铝合金，刚性要做得好，碳纤维才有办法去做。没错，所以它整车贵州拢是卡泵是好，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这个电机系统是 Bosch 的最新款的。
对，所以它也是专门为轻量化的马达，它扭力有55，然后还可以用一个增程电池，所以基本上来以这个配置来讲，骑个50公里的越野是绝对没问题的。对吧？因为电机的部分的话，或许还是最一个主流、最高阶的一个产品。没错，那综合起来，所以它就是这么的顶级，而且真的很好看哎。而且它搭配的是速联的最新款的XX的一个变速套件，这叫 Transmission。电车用碳纤维举柄是不容易的哦。要买了。然后这个刹车也是最新款的 Mami 的电助力专用的刹车。哇。对，所以这个刹车的制动力提升了80%，而且它设计了很多的小细节，蛮好的。因为这个它是走内走线的一个方式，所以这条线的部分的话会收得很干净。当然，就是介绍了顶配之后，会想说哇，这么贵，如果就是再便宜一点个位数的有没有？告诉你，美利达竟然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去看看 ，Go。好。好，没有错，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说，哇塞，CP 值金价是有够高哦！大家都知道，我拍过很多的那个电扶车影片，我们的开价都是8万、9万、10万，甚至20万、30万都有。竟然有5万，还有找的车来。这台看起来好像轮径比较小，它的轮径是24寸嘛？对，24寸。24寸，那比较适合哪一种族群？我看起来很像比较适合那种这种 show girl， 有没有？没有。我不是啊，比较适合城市嘛，是不是？一直到修阿嬷都可以骑。修阿嬷，女生像我妹啊，第一妹就很适合骑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它这个明显的就是做给比较城市车，对，女生比较好跨上去。好，然后包含你要去买菜干嘛，这前面可以架篮子嘛？可以架篮子，都可以再加购篮子。还有你刚刚提到一个什么小朋友上下学，对，上下学都很方便。就它竟然只有20.6公斤哎，很轻，它很轻。你为什么有办法把它做到那么？机密，这不是机密，就是莫名其妙，它就这么轻。没错，而且它的售价是4.28万哦。那大家想说，如果就是要让它大一点，像是跟小弟去那种塔系列，有没有？有，是不是前面这台老板？它算是一个平把的多功能的车款啊。那因为我们是配一些比较宽的胎，然后它是比较偏向于是 Volvo 的车款。我觉得就还蛮方便，就是像你去一些就是历史路或是山路，我觉得都很适合，就是骑这种车。塔系列你有这一台，我跟你讲，你就不用睡路边了，是吗？这么便宜，有没有？多少钱？我们49800，49800，给你随便配一个中置电机的品牌。来，这个中置电机是什么牌子的？美利达，有没有？它是美利达的中置马达，而且它前面它这个电池它是贵州会直接换，真的是 CP 值很高。你可以想象，不到5万块哎。没错，找你2000块，你还可以去 7-Eleven 买个东西吃。对啊，你看真的是佛心啊！他们说他们整个贵州的店都是信奉佛教。没有错，现在小弟又来到另外一间台湾之光，对，Basovy可厉害了，就是非常适合弟妹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都知道说，我们常常在骑那种不论是公路车或是甚至是公路的电辅车，是不是都是轮子又大然后你又没有办法做得那么好看这时候 Basovy 就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 Basovy 就很适合像是那种女生啊，或是你刚接触单车，你又不想要弄得那么 Pro， 例如说你可能骑车去上班干嘛的，你如果像我们一般骑公路车，人家会觉得你很奇怪，有没有？可是如果你今天骑这种车出去就不一样了，就会非常的时尚感。来，我们有请Vincent哥来评评理。应该这样讲，这个新款的部分它已经出到第2代，一个叫 PSF， 一个叫 PSA， 对，一个可以折叠，一个不可以折叠。对，所以看你的功能需求，这个可以放在后车厢，这个也可以直接从家里面骑出去。而且这一台啊，它可以7秒就折叠。你以前我们刚开始有那种折叠车的时候，5分钟折还叫幸运，有些还折不起来，就是因为会卡来卡去。然后后面你可以看看，它这次的颜色很特别，是渐层色你可以看它是顺应着我们自然间的颜色，它是从黑色到白色，而且得奖的还有另外一种颜色，就在门口。对，有没有？刚刚说门口那一台是不是也是很漂亮？它跟精品一样哎。是，对啊。然后这个部分的话，它今年推出了一个叫做智能的一个学习。这个电力的系统，对，它这个智能的学习可厉害了。一般我们可能讲说，例如说，我们可能要骑一台公路车，都是我们人去习惯那台车的电力啊、助力啊。对，它现在直接把它反过来，让车子去习惯你。是，对，就等于说，你今天我去骑这台车，和 Vincent 哥去骑这台车都认得出来。对，回馈啊、动力啊、感受，甚至你骑过这条路线，它都会帮你记忆起来。它都会帮你记忆起来。那你下一次你在骑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，哎呦，怎么那么舒畅？对，介绍了这一个就是我们 Basovy的单车界的精品之后呢，我们还有其他家，那我们就再去看看吧。
Go！ B 工作室也是有在骑电扶车的，那个车主目前正在拿相机，对他骑的是我们E-Mark，就是灰狼要回家，他那台车叫灰狼，灰狼的家就是这一间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真诚 Simon， 这台车是我们今年推出的 E7， 因为去年小弟的心声我们听到了，对，所以今年我们就把它实现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去年我就想说，哎呦，应该有一台车就是够轻，然后又可以就是骑很远，很远，对，因为除了骑车以外，就是我常常讲的一句话，叫做有电真好。然后如果再加上这个1.7的助力的话，已经是真的是像如来神掌那个已经是小 case。目前后续的话，我们可能大概会有几个颜色，就是说可以去选择，在订车的时候可以克制。那它电池是镶在里面的，它是镶在里面，它的那个几瓦小时跟我们观众讲一下。它是374，大家想说，可能会不够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像灰狼的话，可能都是到504，大家想说，哇塞，怎么办啊？可是没办法，反正世界上就是这样，你要让它轻，要让它漂亮，它就必须镶在里面，没关系。对，16万8直接送你一颗这个增程电池。那这个增程电池是几瓦？252，大概可以续航60至80。他刚刚有提到，你看以前我们是不是前面都会有一个电扣，然后都在前面，他这次他直接把它镶在它的上管的地方，就是整体又更一致性一点，而且又比较好看。来看一下我们的前面一体把之外，这个是飞机一体把，对，它这下面有一个那个按钮，你可以就是点，例如说你可能要变2变3，你就按这个。对，那是蛮棒的，因为我们通常在骑那个电扶车，最重要的不是换挡，最重要的是你电助力，你是要助多少？电助力的段数，对不对？像 Vincent 哥就这样对，按到9也可以。我们的电扶车大部分的公斤数，我们这样一路走来 ，Vincent 哥都知道，大概都是在20到25。25都算差不多。那它可以压在就是多少？13公斤，真的是很不容易耶，推荐给你们了。那灰狼的升级呢？我们在内洽谈，我是很心动了不然我帮他升级好了。对。来的，我们现在来欢迎灰狼的爸爸，就是我们的摄影叔。毕竟我们骑了那么久的那个灰狼。那我们也骑了那么久的电扶车，所以我们一定会有很多的感触。看到朋友参加的赛事可不是一般的赛事，是塔系列，所以通常我们最多带了4颗吧。对，最多带4颗电池，车子快牵不动。你知道那个马鞍带有多重吗？然后那整台车我看有没有20几吧。30块，而且还要带补给什么的，因为你知道，我就全部补给丢在上面，所以我觉得这次如果有13公斤，真的可以降低很多的那个公斤数。好了，我们应该介绍下一台吧？对，这是 CP 值最高、最轻的车子。CP 值就是目前最旗舰、最轻，然后我也觉得 CP 值蛮高，因为一路走来，真的这个价格很秀啦。对。没错，刚刚你们可能会觉得说，又是双位数字的价格，5万元有找的有没有？刚刚我们在美利达看到，现在在增程有吗？当然有，老板这一台车来。这么漂亮的那个泰色，来介绍一下这台车，它费用多少钱？49800，49800，而且也是5万有找的车子，而且据说它这是不是否比较入门款？对，这个是我们19的改版，主要就是说它有一个前避震。前避震，对，这个避震不得了，因为你没有避震，你会腰酸背痛，你会很不舒服呢。他都帮你想到了。然后另外我们这一次的坐垫也有带一个电灯，然后顺便这个是 USB 充电。对，你也不用另外再增加那个什么后灯之类的。对。那另外我们这一次也有一个可以加价购的，就是这个伸缩避震的这个坐感，那你在骑乘的当中会更舒适。加多少钱？1900块。加1900，又不是给你加1万块，加1900就有这个伸缩坐感。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初学者，例如弟妹好了，她在骑的过程中，她可能会不习惯那么硬点，她可能还是习惯那个 U-Bike 那一种，就是比较软的。它这个就真的是这个感觉，而且压下去有那个Asobi 的感觉，苦胸Asobi的感觉是蛮棒的。而且再来呢，因为大部分骑这种电扶车，我们都是年龄层大概是45岁到75岁嘛，对，没有错，差不多。你看像这么年长的人，他是不是有时候看你骑几段，或是说你的助力多少的时候 ，Monica 你如果给他太小，他会很可怜，有没有？他这个前面的 Monica 有够大，有没有？非常适合就是让你们像老年人啊、阿公啊、阿嬷或者阿姨要骑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摄影师，你有老花也没问题啦。你看这个直接就可以看得到。
赌上没有错。那赌上呢，可以看到前面这是他们最新款的车。那这最新款的车哦，一定要给它摸一下哦，它竟然折叠起来。因为以前我在拍赌上的车的时候都是大台的啊。然后刚刚我们问了一下这一个新款的车，它是多少钱？4万多，4万5哎，对，18.5公斤，然后可以折成这样。而且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，刚Vincent哥是有提它的电池在哪边？这个上管上面，然后它是属于后花鼓的这个电机，所以它折叠起来的话会比较小，然后方便你说一般的4+2出去骑行或者在公园骑行的时候折起来比较方便。它也比较像以前的那些折叠车的折叠的方式，所以折起来的话可能会比较习惯一点。对啊，那它只要是后置电机，你看它就可以折得刚刚好。因为它只要在轮子上面有加了电机，中置这边装了一个电池，基本上就可以了。CP 值很高啦。那当然大家会想说，哈，这是小台车，那如果我想要像公路车一样，或是说我家里有那种小朋友，他可能个子比较小啊，例如说150几、140几，想要骑电助力车的话，这边也有一台。对，这台车你可以看到，它比我们一般的公路车都还要再小一点。对，这是24寸的。对，爸爸要带小孩出去，怎么可以？一定要买一台这种车给他，就不会该了，因为他可以骑得比爸爸还快。不是，骑起来比较舒服一点，而且它相对也比较安全。它也是一样是后置的花鼓，然后呢，电池直接放在这个座管里面，所以它的座管是比较细，它电池不是很多。我们这个可以加装这个增程电池。增程电池。对，而且你把它放进去，就真的瓦碎，就很漂亮。对，就像一般的公路车一样。对，你就可以让小朋友骑起来，不会觉得说。因为小朋友不都很喜欢装逼吗？而且这台车好像多少钱？老板7万有找，没7万有找，7万有找，对，而且还这么大台。赌上真的非常值得你们来逛逛，他们也是真的每一年都在那个日新月异推陈出新，他们的那种新款的我们的电辅车，而且符合各个年龄层都能够用到我们的电辅车，因为直行车是一种运动，对，只要你愿意骑出去的都是健康，没错。然后呢，电辅车又可以让你骑得又安心又不用太累，然后全家可以一起去骑车。好的，本来要做影片总结，可是我们这今年的单车展，Vincent哥实在太精彩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记不记得去年我在拍单车展的时候，有分享一个理念，就是把自己的公路车变成可能升级成电辅车这件事情。是。今年更厉害，今年的理念是什么呢？来 ，Vincent哥介绍一下后面这个理念是什么？刚刚那起变形金刚的。它的理念应该是这样的，所有的这个模块都是模组化的。透过这种结合的一个方式，只要用一个工具，可以把整台车的零件放在每一个小部件。所以呢，你在安装的时候呢，你可以自己去做调试，或者是你这些有损坏的时候，可以自己去做更换。在大家都知道买一台车很贵，对不对？例如说，我今天只有10万，好，我就先这边卡泵就好，后面用铝合金也是可以啊。某一年发财了，2年后我发财，我把它全部都换成卡泵，而且这时候你不用换整车，如果它坏掉，我们也可以单颗处理，就不会有什么车子被撞，我们整台车都要换掉。你可以拆解，就是而且它的这种组合性，就这种 DIY 那种感觉，对于消费者来讲会更好。但是因为我们艾迪亚这个品牌呢，我们主要是做 B to B 的部分，就是做工厂客制化的部分，所以to C 的部分的话，就要变成这个品牌贴牌之后，它的消费族群想用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来让我们的消费者使用，所以譬如包含电机、包含电池，都可以去做客制化的东西。对，所以这个是今年的一个新的概念，就是把电助力车、电辅车的这个部分呢，变成模组化的方式来制作。你看它既然模组化，那例如说今天我和弟妹的身高可能不一样，是的，这种方式，我就买2根这个上管就好了，我可能给它换一下，对不对？它就可以来骑我的，它就不会说骑起来很像，就像乐高积木一样，你想怎么样叠，你可以自己去组合。其实我觉得很神奇，蛮特别的一个概念，因为这一次展会听到最特别的一个方式。一家里面你只要买一台车，然后模组多买几根换一换就可以，是不是爸爸？好，这样子比较，我觉得真的很棒，很特别哈，很特别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颖的一个思考的概念。好，那今天真的非常的精彩，我们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个心得。对，等下心得感受跟大家在外面分享。Go。好的，就是终于就是已经结束完我们的2025台北国际自行车展的参阅，有没有？我们真是看了好多好不一样的，就是电辅车。这已经是我第3年拍了嘛，从第1年开始拍，我记得那时候费用都是那种10几万，对啊，7、8万、10几万，甚至是那种20、30万的样品车。那开始到了今年之后，我觉得还
有那种无外有找的，无外有找的，还有很多品牌的选项哦。对，真的像什么有 Baserby 的，对，然后还有什么赌上的，然后呢，再来就是说电辅车现在也可以折叠了，对，然后电辅车也不是只有700C的，它有一些可以个子比较娇小的，它也有24寸的。就今年真的有别于以往，我觉得真的让更多的族群就是更可以就是接触单车这项运动。对啊，因为你价格拉太高，人家也接触不了。是。对，人家觉得说哇塞，那是你们贵族的运动。所以我觉得今年比较大的特色就是把原有的这些电机、电池的这些功能，没有再那么多的强调说，哎呀多竞技啊、多轻啊、多轻对，就是功能性，但是把它整合起来之后，就变成把它的功能更多元化，让更多人能够骑上电辅车，而且还变得更漂亮啊。对，我觉得看很多颜色，那个什么渐层渐层色很漂亮，不像以前什么就只有单一颜色，什么 A、B、C 给你选的那种样品色。还是蛮期待2025年电辅车在国内的这些发展应该会越来越好。没错没错，因为中间我和 Vincent 哥还忍不住去拍了一个那个什么变形金刚，有没有？对，艾迪亚做的，很好玩啊，就是你缺什么就可以换什么，所以我觉得B to B 的厂商如果有看到，建议你去下单。对，可以做一些合作、一些开发，让我们C端的部分呢有更多的产品可以选择。啊，反正这么多丰富的，真的今年错过了没关系，好吧？明年2026年我们一样会有单车展，是好，欢迎来现场看啊！我一样会邀 Vincent 哥来一起为大家讲解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年的单车展就到这边，那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